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哎呦，那个 ，hello， 哎，大齐，来，咱们俩换个位置，你离秦总近一点，这样也好沟通。啊。来，丁总，你好，我叫祁连山。行了，你不用自我介绍了，我早有耳闻。见到人我算是明白了，难怪写不对，对了才有鬼呢。之前呢，小白跟我说你不善沟通，当时我想，确实是有一些编剧口头表达能力不及笔杆子，所以我期待着能看到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。结果呢，眼睛差点没瞎了。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姐，那个，贾珍啊，哎，我可是跟平台拍胸脯打了保票的，说这个项目剧本交给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啊，你就是这么应付我的？我没有啊。什么没有？我要的是一个校园爱情，青春阳光，充满正能量。你看你这都写的什么呀？不是，丁总之前没跟我说过要什么校园爱情、青春阳光。责编跟我说的是他要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爱情故事，不要那些狗血啊、甜宠，不是吗？那我也没让你写的这么沉重啊。是这样啊。我们预先的设想呢，是想让这个人物的基调还是灰暗一点，往暗一点走，对吧？然后这有利于主角他后期的那个情感上扬，可能是这个创作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偏差，我们去调一调。什么方向出了问题？我看这分明就是态度问题。贾珍，我认真跟你说啊，这次要不是有汪洋介绍，我们不可能合作的。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。要是我们公司的业务部找来你们这样的编剧，我早让他们滚蛋。小白，送客吧。走吧。行，姐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们迅速回去开个会，好吧？调整一下，然后今天晚上争取就给您发过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感谢了。小云老师这边请吧。哎，好。姐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然然，哎，你来帮我看一下这挂的正不正呀？正吗？非常端正。哎呀，咱们这儿有模有样了呀！什么叫有模有样啊？现在是非常完美，我这营业执照也有了，手续也都办齐了，今天就可以正式开业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下午那个江总就过来了。哎，我刚铺完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搜了江总所有的资料跟照片，我发现他从来没有跟这些条条纹纹的东西同框过。那没跟条纹同框过，就证明他不喜欢条纹啊？不能啊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明白。姜思妍挺不好惹，小心点好。哎呦，真好。哎，宝贝儿，我还有什么帮你的吗？来，把这香薰拿出来。来，你帮我把这个放到那边去吧。这儿怎么样？好看。那我把这绿色取了。行。喂，Amy 啊。哎，是我。江总出发了吗？我的地址我在微信里已经发给你了。不好意思，
思啊，刘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江总呢，他最近有点忙，行程上目前安排不过来了，所以这周的心理咨询只能暂时先取消了。如果有任何变化的话，我再联系您，非常抱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再见。老李，我给你打听个人啊，挺总，你跟他合作过吗？我现在有一个项目，我在给他写呢。哦，我们这第一稿啊，今天刚开完剧本会，就全面推翻。哎呀，但是写多几稿没问题啊，我就当磨练团队嘛。你最终钱收着了吧？哦，行，有心理准备。哎呀，都这样嘛，甲方嘛，是吧？好嘞，我就问你这事儿，那个回头请你吃饭，好吧？哎，得嘞，拜拜。哥，打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刚才开会你都记下来了吧？我得整理思路啊。辛苦，再来一个。走。哥，你以前见的甲方都这么不讲理吗？一看你就是见甲方见太少，比他恶劣的人多了去了。人家怎么了？人家刚才客客气气给我们俩送出来了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这还客气啊？哥，我之前见那个责编，他就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要的方向不是今天说的这个方向。哎呀，珊啊，平心而论，咱们这人物小传确实有一点太粗略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小传，但是我们要尽可能把人物变化还有情感的变化全部都放进去，越具体越好，这样人家甲方才不容易挑出问题来，是不是？遇到这种情况，别老觉得是人家出了问题，咱们也得检讨检讨自己，你觉得呢？哥，你刚刚听我说话了吗？我说那个责编当时不……哎呀，我又不聋。我给他们老板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老板也不是这么说的。但是人家现在就是变了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说变就可以变，人家可以说翻脸就翻脸的，因为人家是甲方。哇，这人真可以啊，连点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跟这样的人合作干什么？那么多团队，我们换一个合作不就行了？为什么非挑他呀？你怎么说话这么轻松啊？是啊，人家是可以把我们换了呀，编剧多了去了，我们呢？这个圈就这么小，1传10，10传100，我们俩就没有活可以干了，你明白吗？还有啊，这个不叫合作，这叫打工，打工明白吗？尊重，我们俩有什么值得人家尊重的？啊？哥，你这价值观有问题吧？我们为什么就不能？我价值观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是这个行业价值观有问题。既然我们要玩这个游戏，我们就得符合游戏规则。回家干活。这么严重啊？哎，回家干活了。琢磨不明白的，把你这点心思花在剧本上啊。能这么严重吗？严重的要命，饭吃不了了，房子租不起了。给集团员工的心理辅导全都要取消，我合约都签的，你们单方面解约，这算是违约吧？刘老师，您先别着急，是这样的，您看，这是我们上次签过的那份合同，我们合同中明确的标注过了，是首次心理咨询服务费到账后，这份合同才会生效。目前呢，我们第一笔款还没有支付，所以并不存在合同违约的情况。我想知道原因。江总这边给我的解释是，目前我们公司对于员工心理咨询暂时不需要单独的外包，是否有其他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好意思啊，刘小姐。不管原因是什么吧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重视这个项目。其实现在大公司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已经是个大趋势了，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会大大的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。当然，谢谢您的建议。哎，那江总下一次个人心理咨询的时间还是照旧吗？这也就是我想跟您说的第二件事儿，关于江总的个人心理咨询也取消。
不是今天取消，是以后都要取消。啊，这样啊，不好意思了。谢谢你，刘小姐。谢谢。喂，Amy啊，我是刘霞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给江总的情况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也整理了一份卷宗。看你方便的话，可以找人过来取一下，交给他下一个咨询师，或者你给我个地址，我给你邮寄过来也行。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之前已经做好了这些，你们留个参考也行。怎么了？垂头丧气的？和你聊天收费吗？这次不收费。你不是已经写完剧本了吗？怎么了？对方不满意啊？写是写完了，只不过不是对方想要的，方向错了，白写了。就是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呗。也不是吧。我理解，很多时候呢，人们往往愿意忍受痛苦去坚持一件事情，是因为希望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回报。但是，一旦这个回报彻底没有了希望，那也就失去了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动力。这种时候呢，人就会产生很多低落、失望、各种负面情绪。但是聪明的人啊，往往都会把回报和坚持当做两件事来看。做个快乐的付出者吧，反正即便是难过，都还是要坚持下去的。饿不饿呀？我去给你做点面吃。我不想吃面。不想吃面？行，那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别难过了啊。
新买这面膜挺好用的啊，美白祛斑的，你来一片吗？去会去不？还想这事儿呢？要我说啊，这个事儿就怪那个老女人。不用叫人老女人吧，这都人身攻击了。我这叫人身攻击，我哪人身攻击她了？你听我给你分析啊，他们这个有的成功人士吧，表面上光鲜亮丽的，其实心里吧变态级别的。你想啊，那么多人，怎么就他成功？你说这个姜思妍啊，拿着一个合同就撩你，撩到手就跑，给你一个重创，高手呀，几张 A4 纸让你白高兴了这么长时间。你说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那可能就是看你不顺眼。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行了，别不高兴了，开心一点儿，开心一点儿。倒是也没有不高兴了。哎呀，这工作室刚开，哪有一帆风顺的呀？这单没了，还有下一单呢，是不是？我要是说有点担心那个蒋女士，她现在这情况呀，她要是不继续接受这个心理咨询，我只怕她会越来越严重。你还担心上她了？她那么有钱，分分钟还能再找一个心理咨询师。你担心她，她还不领情呢。喂，严主任。不好意思哈，刘老师，我这边啊，刚跟向领导开完会，有个事儿，赶紧跟你说一下。哎，您说。咱们这一期的论坛不是还有最后一次交流机会吗？学校最近啊，在教学安排上有点变化，可能办不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严主任啊。那我们再联系啊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一期的论坛才刚开始啊，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？对呀，有些教授是从外地来的，不可能说不办就不办呀。会不会有什么突发情况啊？但这事儿好像没那么简单。算了，要不然我这面膜真贴一敷，万一能去晦气呢？不是这个面膜，它得先用底下那个补水，你看。我这用错，哎，我都拆开了。哎呀，你贴了，浪费，我脸上有。哎呀，还行啊，热挺快的。啊，不用打开了，我都是白天睡。没带呀，我给你的护膝呢。收起来了。你收起来干什么？拿出来用啊！这大冷天的，写到后半夜，腿脚都冰凉的。没事儿，我写进去就不冷了。拉倒吧，今年冬天我可不想在大半夜陪你去搭电梯了。这个给你。工作室现在没什么收入，所以稿酬也结不下来。你哥担心你身上没有钱，让我取点现金给你拿着先用，不多。不行，我还是等那个甲方什么时候认可了我的作品之后，我再拿我该拿的。这个我就不拿了。散什么德性啊！咱们干编剧的，写个10万字、100万字，人家说不喜欢就不喜欢，说不给钱就不给钱，又不是1次2次了。干这行第一天咱们就知道了。你跟你哥啊，一不得已就爱说这种话，你可得好好写。我都因为你们俩改行了，你们俩混不出个样子来，最倒霉就是。行，拿着吧，我走了。如果真写不出来，就别写了，好好睡一觉，把不开心的事情都给忘了。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有我跟你哥呢，就踏踏实实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改改你的作息吧，陪你熬得快早更了。
来来，看这把怎样？玩啊，再来一玩呢，哥几个。来了没法玩，好了，来你来，来的。哎，有了，有什么有？啥牌都有，不跟了。哎，这牌你不要了？要什么要？什么牌都要。那跟了，这牌你要不赢钱，我跟你一个姓斗。不行，你来打呀！太丑了，打呀！那你再借我1万。你还差我1000呢，你还借？先还了再说。我还能差你钱不还怎么的？来发牌，好吧，借1万。你呢？不借，有钱就玩，没钱滚蛋。几个意思啊？借钱这么抠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有钱就玩，没钱滚蛋。你是谁呢？是你呢？你带我嘴下了？去！杨坤呢？杨坤去哪儿了？1个月内死了4个人，记者都已经堵到门口了。你这出凑什么热闹啊？国强，你这是搞什么串谋杀啊？是怕那些媒体没得写吗？不想干了你就走，别他妈拉着我。朱局，目前的线索不支持串并案。他们虽然都有外伤，但他们真正的死因都是窒息，你知道吗？这能说明什么啊？我问你，这能说明什么？案件有相同的因素，就要建立更多的可能，要扩大侦查范围啊！恶性谋杀案、串并案，所有的人跟着忙了1个月了，什么结果都没有。命案必破，那就接着查呗，查到有结果为止。你说的容易，怎么了？你不想查是吗？行了，你们是单独结案也好，并案也好，我就再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还是查不出来，全部给我收拾东西，回家。臭小子，为了破案6亲不认了是不是啊？我怎么我就收了你这么个混蛋？后悔了啊？来不及了。阿斌，讲正事儿吧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梳理一下案情。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，一共发生了3起凶杀案。第1起就是12月17日菜市场杀人案，死者周云53岁，无业，买菜回家的路上被打劫，后腰被砍伤，后被麻绳勒死。第2起就是12月29日广安路入室抢劫杀人案，死者董真真、吴荣发，女40岁，男42岁，二者都为个体工商户，经营烟酒生意。2人是在睡觉途中被菜刀砍伤，后被枕头捂死。第3起就是1月15日东棉花巷铁锤虐杀案，死者叫刘斌，36岁，男，死者是在酒吧间后巷被遇害，是被塑料袋套头窒息而死。经检验，头部和背部都有钝器所伤的痕迹，但非致命。就这些。这凶手的犯罪手段真是恶劣啊！每一个被害者死前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虐杀。我分析啊，这个凶手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，而且经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。这个顾安安，东棉花巷虐杀案的目击者，也是现在我们唯一的一个目击证人。他第2天就被绑架了。为什么绑架他？绑架他到底干什么？他和凶手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将会是我们过后的突破口啊！
这顾安之前是谁做的口供啊？啊，片区的同事。刘成，哎，明天再去找到顾安，好好问问，重新做一次口供，再仔细点。好。要真是一起谋杀案，这么大的雨，继续下下去，线索都被冲没了。是关于我们中心融资的一些建议。他们认为，关于头部心理咨询师和专家教授的人选上面没有异议，但在中腰部，也就是青年咨询师的人选任用上，他们觉得应该找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，总咨询量应该超过1万人的心理咨询师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没有了。刘老师，如果能等一阵子再离职就好了。现在正好是博尔曼上市的关键时期。而且高鸿资本那边不止一次提到这个事情，好像是刘老师之前帮他们家一个亲戚做过咨询。他会回来的。下去。明明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学习，去考一个3级证，就敢说自己是专业院校出身。你知道他们的套路是什么吗？他们认为病患就是小白鼠，建立信任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沉睡中提升自我。所谓心理咨询，就是要去考一个3级证，病患就是小白鼠。所谓心理咨询，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留住来访者，和他们建立信任之后，长期对他们进行精神和金钱上的疗愈。刘老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段录音是假的吧？跟着您做心理咨询也挺长时间了，我是绝对信任您的，您赶紧出来解释一下吧。刘老师，您没事吧？刘老师，我相信你，那段录音肯定是有人恶意剪辑的。大姐，你还睡着呢？赶紧看看微博吧，出大事了！不过你先别慌啊，想了赶紧打电话给我。去考一个3级证，病患